泰柬大战，东南亚全面失控。乌重击俄能源与军工命脉，莫斯科再遭重击。东部战线再现大变局，乌军高效反击。空地协同狂轰，乌军狂炸俄指挥部。乌新型萨普桑导弹亮相，俄军防空哑火。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室，我是雨桐，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一场原本被外界视为边境摩擦的冲突，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失控。目前，泰国与柬埔寨的冲突已经彻底突破传统边境冲突的框架，演变为一场空地一体重火力对轰，牵动地区安全的高烈度军事对抗。局势升级的标志性转折出现在泰国皇家空军的直接介入，泰军果断出动 F-16AB 多用途战斗机，对柬埔寨班迪棉吉省特莫普克区的柬军前沿阵地实施跨境空袭。这一行动首次将冲突从地面交火推向空中打击层级。F-16AB 作为泰国空军的主力战机，具备全天候作战以精确打击能力，可搭载激光制导炸弹和多型空地导弹。行动中，战机自泰国境内起飞后，沿边境线实施超低空突防，规避柬军防空侦测，在短时间内对火力点、弹药库和防御工事实施点穴式打击。边境区域爆炸声持续不断，冲突烈度陡然拉升。特莫普克区所在的班迭棉吉省是柬埔寨西北部最敏感的边境战略要地之一，这里因长期存在领土与资源纠纷，早已成为双方重点布防区域。柬军在当地构建了多层防御体系，部署榴弹发射器、防空武器等装备。泰军选择在此发动空袭，显然意在直接削弱柬军前沿防御中枢，在边境博弈中抢占主动权。柬埔寨方面迅速强烈反弹，指责泰国严重侵犯主权，违反国际法，并紧急加强边境的防空和地面兵力部署，双方进入高度对峙状态。冲突并未因空袭而降温，反而迅速滑向更危险的方向。进入第2周后，12月14日至15日凌晨，战火首次以跨夜模式全面爆发。白天，泰军在达勒府沿海争议区域发动新一轮攻势，夺取一处被称为赌场据点的关键目标，并配合炮击和空中打击，扩大对柬埔寨境内的军事压力。泰方声称，该区域长期被用于非法活动，同时也是柬军的重要补给节点。然而，夜幕降临后，局势急转直下，柬埔寨军队动用 BM-21 冰雹火箭炮及大口径火炮，对泰国达勒府、乌汶府等多个边境省份实施密集炮击，火箭弹跨境落下，造成至少1名泰军士兵和1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边境村落房屋被毁，大量平民连夜撤离。泰军随即展开炮火反击，并通过空中侦察锁定柬军火力点。双方激烈交火持续至凌晨，局部区域仍有零星冲突。随着冲突失控升级，泰国开始引入更强硬的综合手段，在达勒府实施宵禁，限制夜间人员与车辆流动，同时放风可能对柬埔寨实施燃料出口限制，以能源手段施压，伤亡数字不断攀升。双方居民死伤已达数十人，累计超过数十万平民被迫撤离。农田、道路与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地面战场同样迅速重武器化。柬埔寨皇家军队在边境突袭中投入了中国北方工业公司研制的 QLZ-87 自动榴弹发射器。战场画面显示，柬军利用 QLZ-87 实施直射与驱射结合打击，对泰军阵地和冲锋部队形成持续压制，使边境交火的火力强度明显上升。更具争议性的是中国出口型明星装备 VT-4 主战坦克在战场上的受损画面。一张照片显示，泰军一辆 VT-4 炮管消失，战车瘫痪，
迅速在舆论场引发炸膛质疑。有分析指出，该坦克在冲突初期即被投入高强度作战，短时间内发射炮弹超过200发，远超常规使用节奏。坦克原本用于突破与突袭，却被当作移动火炮，长期火力覆盖、高频射击，在高温、尘土与战损环境下，加速了炮管与系统的极限消耗。另外，装甲战场出现戏剧性一幕，柬埔寨军队近日缴获一辆泰国皇家陆军的 BTR-311 装甲运兵车。这款乌克兰制造的装甲车几乎毫发无损，被发现卡在路边沟渠中。分析认为，泰国车主可能在倒车时操作失误，车辆陷入沟内无法脱困，只得弃车撤离，最终被检军无损接收。由于泰国是该型装甲车的重要用户，这一事件在军事圈引发不小震动，检军甚至可能将其直接投入后续作战。与此同时，冲突的外溢目标开始引发更大争议。多方消息称，泰军已将打击范围扩大至柬埔寨境内，由外资营运的边境园区和赌场，包括被称为东南亚最大赌城的波贝赌场群，以及多个被指为电诈中心的综合体。泰方宣称，这些区域藏匿无人机、火箭炮等军事装备，构成直接安全威胁，并联合海军与空军实施清剿，部分区域建筑被大规模摧毁。这些行动背后牵扯出复杂的资金与势力网络，也使冲突的政治与经济层面更加敏感。日前，乌克兰国家安全局 SBU 近期接连出手，打击力度与精准度明显升级。首先是在诺沃罗西斯克海域，乌方动用海底宝贝无人潜航器，成功重创一艘俄罗斯 636.3 型华沙级潜艇。这型潜艇因牺牲艇体设计，被俄军称为黑洞，长期搭载口径巡航导弹，对乌克兰实施远程打击，是黑海方向的重要威胁目标。此次攻击造成其遭受毁灭性损伤，彻底丧失作战能力。而在制裁背景下，一艘同级潜艇的再造成本已飙升至约5亿美元。对俄军而言，无疑是一次沉重失血。黑海的战争彻底暴露了俄罗斯的战略弱点，也展示了科技与精妙战术如何让较弱的一方对抗更强的敌手。最初，俄罗斯试图对乌克兰敖德萨实施海上封锁，行动的核心是旗舰莫斯科号。然而，莫斯科号沉没直接终结了封锁行动，俄罗斯被迫撤退至克里米亚半岛。随后，俄军进入第二阶段，试图稳守阵地，并对乌克兰发射远程导弹，其中被占领的塞瓦斯托波尔港成为关键节点。然而，2024年8月，乌克兰远程导弹成功摧毁了顿河畔罗斯托夫附近的俄罗斯潜艇指挥部及周边舰只，使俄方行动彻底失败，迫使其进一步撤退。当前阶段，俄罗斯黑海舰队退回国内，以新罗西斯克作为新的指挥中心。从新基地发起的行动原本因距离战区更远而更为安全，但乌克兰的新型无人机多次突破防线，对新罗西斯克及俄防空设施进行精准打击。近期对俄罗斯潜艇华沙维扬卡号的袭击，标志着俄在黑海的最后海上据点正迅速丧失。与此同时，对俄罗斯影子舰队油轮的打击也进一步削弱了其在黑海地区对乌克兰及其他国家的战争能力。鉴于当前态势，如果莫斯科很快寻求海上停火，也不足为奇。这一局势的发展对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同样具有深远影响。几乎同一时间，乌克兰无人机部队又将打击范围扩大至里海方向，对科恰金油气拟析油田实施第3次精准打击，直接摧毁核心生产设施，迫使整个油田停摆。此前的12月11日至12日，菲拉洛夫斯基与科恰金两大油田已连续遭袭，其中菲拉洛夫斯基油田更是俄方在里海地区的能源支柱，拥有 1.29 亿吨石油和300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探明储量。
连环受创对俄罗斯能源出口体系构成实质冲击。另外，12月14日夜间，俄罗斯阿斯特拉罕州一座大型天然气处理厂突发剧烈火灾， NASA 卫星清晰捕捉到硫磺储存区及颗粒硫磺生产设施上空的火光与浓烟。该厂不仅每年加工大量石油产品，更是俄罗斯军工体系的重要硫磺来源，直接关系到炸药和弹药生产。其此前已多次遭到成功打击并被迫停工，此次再度起火，暴露出即便在加强防空与保安之后，防御体系仍存在明显漏洞。目前俄方尚未公布火灾原因及损失细节，但若被证实为针对性破坏行动，这将意味着乌克兰正通过一系列高价值非对称打击，持续削弱俄罗斯的能源命脉与战争潜力，而相关事态是否引发俄方进一步反制，仍有待持续观察。近期，莫斯科再度成为乌克兰攻击目标。据报道，当地时间12月15日晚，莫斯科上空响起巨响，多处爆炸点同时出现，浓烟滚滚，俄军防空系统被迫彻夜启动。这是莫斯科近期遭受第4波空袭。有消息称，乌克兰可能动用了火烈鸟巡航导弹，但目前尚未得到官方确认，民众因空袭而陷入恐慌。而俄罗斯官方则宣称拦截了无人机，没有造成重大损失。在能源目标方面，乌军夜间对俄罗斯电力系统实施重点打击，别尔哥罗德的卢奇发电厂遭海马斯火箭弹命中，引发大规模火灾。罗斯托夫第2火力发电厂凌晨遇袭后停止运行，导致周边地区停电。基洛夫和热涅兹诺多罗日尼等4个地区的供暖中断。俄罗斯在寒冬中面临能源压力加剧。乌军还在克里米亚及南部前线持续打击俄军防空和后勤设施。12月13日至14日，乌克兰情报总局下属 Primary 部队重新打击克里米亚的 S-400 凯旋系统 96L6 型雷达及卡斯塔 212 雷达，造成严重损毁。15日凌晨，乌军使用 FP2 导弹无人机空袭巴图米涅的2座油库，俄军一辆燃料车亦被击中，现场火势巨大。短短1周内，乌军以4次攻击克里米亚俄军后勤据点，包括通讯枢纽和电站。过去1周，乌克兰战场在局部防区与关键方向同时出现明显变化，前线压力正持续向俄军一侧集中。乌克兰国民禁卫军第1亚述军率先公布阶段性战报，显示其在12月8日至14日期间，于责任防区内实施高强度防御与反击作战，对俄军造成显著杀伤。1周内，俄军555人被击毙，318人受伤，另有20人被俘。人员损失规模凸显出该区域战斗的激烈程度，也反映出乌军在火力运用与战术协同上的效率提升。在装备层面，乌军的针对性打击同样效果明显。俄军1辆坦克、1辆装甲战车和5门火炮被摧毁或重创，直接削弱了其地面攻坚与火力支援能力。28辆各类机动装备被击毁，其中包括承担补给任务的卡车与用于战场机动的摩托车、越野车，部分前线补给与兵力转移线路因此受阻。更具象征意义的是反无人机作战成果，短短1周内，乌军击落112架俄军无人机，大幅压缩了俄军在该防区的侦察、校射和袭扰空间，为地面防御创造了相对安全的作战环境。这一防区层面的高效作战很快在更大尺度的战场上得到呼应。12月15日，俄媒披露库皮扬斯克方向局势急转直下，俄军西部防线持续恶化。乌克兰军队集中优势兵力，从南北两翼展开夹击，以夺取部分城区和周边村落，战线正向城市核心逼近。为此，乌军不仅从其他战线抽调主力旅，还投入突击团，并配合特种作战部队与情报系统特战分队，形成多路并进的合围态势。在兵力与节奏的双重压力下，担负防御任务的俄军第68师被迫展开顽强抵抗。
但其固有短板正被不断放大。前线补给不畅，使部分阵地难以及时获得弹药与燃料，只能被动固守。与此同时，随着部分城区失守，俄军无人机操作单元被迫后撤至奥斯科尔河左岸，无人机作战半径拉长，侦察与打击效率明显下降。反观乌军，随着战线前移，后勤线缩短，无人机可在更近距离为地面部队提供持续支援，迅速完成发现锁定打击的闭环，进一步压制俄军防御体系。库皮扬斯克作为哈尔科夫州的关键节点，其控制权直接关系到东部战线的整体态势。一边是乌军在局部防区持续削弱俄军人员与装备，并在关键方向集中优势兵力发起突破；另一边则是俄军在兵力、补给和技术支援上同时承压，被迫应对多点消耗。当前，俄军仍在试图稳住剩余防线，但在不利条件叠加的情况下，能否阻止乌军继续推进，守住战略要地，已成为悬而未决的考验。俄乌前线最新战况显示，乌克兰仍在持续加大对哈尔科夫方向的攻势，前线压力明显向俄军一侧倾斜。最新消息称，乌军在沃夫昌斯克成功摧毁了一处俄军前线指挥部，对当地俄军指挥体系造成直接打击。据诺尔报告披露，在12月14日前后，乌克兰空军对哈尔科夫州重要据点沃夫昌斯克展开空袭行动。经过前期侦查，乌军确认俄军在当地设有前线指挥所，随后出动战机投放多枚精确制导炸弹。航拍画面显示，目标区域内连续出现多个爆炸点，火光与浓烟迅速升腾，指挥设施遭到严重破坏。指挥部附近的一座桥梁也在打击中被摧毁，这一细节被外界解读为俄军原本计划利用该通道对乌军阵地发起进攻，但行动已被乌军提前打乱。与此同时，在波克罗夫斯克方向，俄乌双方仍在城内展开激烈巷战。乌军大量使用 FPV 无人机对俄军据点实施精准清剿，而俄军则试图借助恶劣天气条件，向城区渗透更多突击小组，战斗呈现出高强度、近距离对抗的特点。在附近的西维尔斯基方向，俄军曾将一所学校作为人员集结点，但很快被乌克兰方面侦察发现。随后，乌军从空中投掷炸弹对该建筑实施打击，现场瞬间腾起巨大的火球，集结点被彻底摧毁。整体来看，从哈尔科夫北部到顿巴斯中段，多条战线同时升温，乌军正通过空地协同和精确打击，不断压缩俄军的行动空间。在被占领的卢甘斯克地区，乌克兰军队针对卢甘斯克州莫斯特镇的乌克兰第4坦克师大型弹药库发起袭击，连续爆炸持续数小时，场面震撼。此次打击不仅彻底摧毁了弹药库存，还造成多件军事装备损毁，显示出乌军对后勤与火力集中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在南部赫尔松，乌克兰国民警卫队摧毁了俄军一套 2S6 通古斯卡防空导弹系统。同时，乌军远程打击了阿斯特拉罕的天然气处理厂和硫磺仓库，该地为俄军战略武器研发与洲际导弹发射基地。此次打击导致天然气处理设施受损，也再次表明乌军对俄纵深目标的精准打击能力。直到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军事与能源设施接连被精准命中之前，外界始终无法确认乌克兰究竟动用了什么新型武器。没有熟悉的巡航导弹弹道，也不像无人机群突防，甚至连俄军防空警报都来不及响起，目标便已被摧毁。这场看不见的打击一度成为俄乌战场上最大的谜团。答案直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亲自开口才首次浮出水面。今年6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对外宣布，乌克兰国产弹道导弹萨普桑已顺利完成测试并进入量产阶段。此后，俄罗斯本土及被占领区后方多处关键军事与能源设施接连遭到精准打击，
但攻击所使用的具体武器类型始终未被俄方确认，引发外界高度关注与诸多猜测。直到本月9日，泽连斯基首次公开证实萨普桑导弹已经投入实战使用。他强调，出于安全考量，相关技术与作战细节不会全面披露，仅表示这是乌克兰防卫能力发展中的一项重要里程碑。乌克兰通讯社 Union 随后就萨普桑的实战表现与未来运用前景，专访了军事分析家兼航空专家科斯蒂安廷·克里沃拉普。克里沃拉普根据多项迹象研判，实际投入使用的萨普桑导弹数量可能已经超过10枚，甚至接近20枚。尽管俄方宣称部分攻击被拦截，但他对此持高度怀疑态度，并直言 S-400防空系统在拦截弹道导弹方面的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在性能分析上，克里沃拉普指出，萨普桑的设计射程约为500公里，弹头重量约500公斤，整枚导弹重量约3吨，最高飞行速度可略高于5马赫。该导弹采用结合 GPS 的惯性制导系统，具备较强的抗电子战能力，同时配备自身导引头与光电制导手段，命中精度可控制在10至20米范围内。更关键的是，其飞行时间仅约5至7分钟，大幅压缩了对方防空系统的反应窗口，使拦截难度显著上升。外界常将萨普桑与美军 ATACMS 或俄罗斯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做比较。克里沃拉普认为 ATACMS 属于较早期的设计，射程约300公里，弹头重量约230公斤，战术定位更偏向前线快速打击。而伊斯坎德尔发射车重量高达40吨，相比之下，萨普桑的发射平台重量仅为其一半，部署与撤离时间仅需12至15分钟，机动性明显更降，也更适合在高威胁环境下反复使用。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